16年磨一剑，战机都更新迭代到第5代了， C919 才将要投入实际运营。为什么民航大飞机会如此难造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C919这款国产客机，从立项到完成组装，到试飞，再到即将投入到实际运营，这一路上可谓是历经艰难险阻。在07年，关于国产客机的项目正式立项，随后将该项目确定为 C919，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年的设计和研发试验，以及组装完成后的试飞工作。随后在去年年底完成了第一架 C919 的交付，我国的东方航空公司也成为了这款客机的全球首位用户。不过，客机在交付后并不意味着能够迅速投入到实际运营中去。为了保证乘客的生命安全，交付后的客机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验证飞行。因此，前段时间 C919 一直都在进行验证飞行。原本 C919 的验证飞行还好好的，没出什么大问题，但在2月份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意外，飞机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，随后这架客机就没了什么消息，让不少人都以为这款客机存在着一些巨大缺陷，需要重新设计才行。但就在人们对这款客机不抱有希望的时候，又有新消息传来了。本月这架停飞的注册号为 B919A 客机已经被调往了上海虹桥机场，这代表客机的问题已经被解决，可以交付给东方航空使用。加入了东方航空的机队，也就意味着这架 C919 即将开启首航。而现在东方航空又召开了一场线上会议，这场会议除了说明一下公司的业绩情况之外，还对 C919 进行了详细介绍，表示这架去年年底交付给公司的客机在近期就要投入到运营中去，并根据后续的运营情况和线路规划来决定之后的采购计划。而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， C919 还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，抵达淮安涟水机场，进行了1个小时的飞行。作为全球首架 C919， 东航这架客机的注册号可是有着很大的意义。在 B919A 中， B 代表着这架飞机的国籍是中国，919则是和这款客机的型号相同。 A 作为英文首字母的第一位，也代表着这是第一架。如今这款客机马上就要投入到实际运营中去，也算是我国16年磨一剑，总算打造出了一款属于自己的大飞机。但有人可能也有疑问，我国不是连性能更强的战斗机都能打造出来了吗？为何打造一个民用的民航客机都这么难，花了10几年的时间才打造出来？就算打造出来，也不是全国产，发动机还是用的国外公司的产品。说到这儿，就得说说军品和民品的区别了。军品最注重的是技术指标，只要性能够好，其他什么缺点都可以接受。而民品就不同了，民品最注重的就是经济指标。既然是投入到商业中去使用的，这就意味着成本必须要控制在最低，同时还要能保证性能可以满足需求。像军用产品，只要性能足够强大，那么价格翻1倍都不是什么问题。寿命的话很短，也不是不可以商量。维护保养麻烦，需要的人多，也不是个事儿。油耗高，配套设施多，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，如通过空中加油机、加装吊舱、派预警机伴飞。而民用产品，价格贵了不要，油耗高了不要，寿命短了不要，维护麻烦需要大量人工不要，附加性能不足，座椅间距多个几十厘米都能成为头等舱，不可能再给你加舱。一旦这款客机的价格贵了，那么买家转手就去购买其他客机去了，完全没必要选择这么一款价格高昂的客机。另外，在安全性上，民用客机要比军用战机要高得多。别看战斗机各种性能都超越客机，但那是在操作人员只有几个甚至是1个的情况下，即便是战机出事了，也能通过弹射座椅跳伞逃生。而客机就不同了，客机上的上百号人可都没学过怎么跳伞逃生，一旦出现故障，那几乎就是必死。
因此在安全性上客机是要拉满的。作为一款民用客机，在性能上既要满足需求，价格又不能太贵，同时安全性也要拉满。这导致即便我国有着更好的技术，为了性价比考虑，也不得不另选他法。这才导致整整16年了，战机都更新迭代到第5代了，民航客机却出来这一款。当然，这款客机的成功诞生，也意味着我国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了。目前国际航空市场基本上是被波音和空客公司给瓜分，光空客公司在1年不到的时间里，光我国的订单就收获了5139亿人民币的订单，其他国家算上来只多不少。现在有了 C919 之后，我国可以去采购这款国产客机，同时也能用于对外出口，到时候也能收获数千亿的订单。虽说目前 C919 还没有投入正式运营，但已经超过1000架的订单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